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在下个月访问美国期间，向总统拜登及两党总统候选人提出一份迫使俄罗斯结束战争的计划。他表示，库尔斯克地区的行动是乌克兰赢得战争的要点之一。但与此同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承认，乌军攻击库尔斯克的战略目的并未实现。 泽连斯基27号宣布了一项乌克兰胜利计划。他说，与俄罗斯的战争最终将以对话结束，但基辅必须处于有利地位。乌克兰不准备用领土妥协来进行任何谈判。他还说，基辅3周以来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袭击是该计划的一部分，但该计划也包括经济和外交方面的其他措施。泽连斯基表示，这个计划的主要目的是迫使俄罗斯结束战争。 下个月，泽连斯基将前往美国参加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并准备会见拜登，向其提交该计划。他还将与2个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和特朗普讨论该计划。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6月表示，与乌克兰进行谈判的前提条件是乌军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这4个地区全面撤军。泽连斯基则坚称，俄罗斯希望在战争解决方案中向乌克兰强加条件，这是不可接受的。 事实上，特朗普此前一直强调要收回对乌克兰的承诺，并称赞了俄罗斯军队的作战能力，还表示如果胜选，将在今年年底前结束俄乌冲突。因此，有人认为泽连斯基9月的行程是寄望于拜登，希望他能够效仿前任总统们，利用任期的最后几天发挥余热。但实际上，拜登能做的非常有限。 有分析认为，泽连斯基所谈的内容并没有任何新意，只是把以前老生常谈的内容给整合在一起，更易于理解。实际上，今年7月，泽连斯基就表示会在11月前做出一项和平行动计划，还说俄罗斯代表应出席峰会。当时，俄外长拉夫罗夫就表示，在乌克兰进攻库尔斯克地区后，谈判已无可能进行。 拉夫罗夫27号进一步声明，如果乌克兰和平峰会与第一次的一样，俄罗斯不吃这一套。对于谈判的可能性，拉夫罗夫表示，如果西方希望调解乌克兰危机并使欧洲局势正常化，那么就需要做到谈判桌前开诚布公的交谈，而不是单方面同意泽连斯基方案。他要达成这个目的呢，是有非常大的挑战跟困难啊。意思就是说，这个本来这个乌克兰这边的这个势力呢就比较弱啊，俄罗斯呢现在他正在准备集结要来加以反攻，所以我觉得这个乌克兰这边啊，确实他的这个胜算并不是太高。 而作为泽连斯基胜利计划的要点之一，也被认为是逼迫俄罗斯妥协的重要筹码。库尔斯克地区的行动并没有如外界想象的顺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27号表示，俄军已将3万名士兵从其他战线转移到库尔斯克方向，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加。目前，乌军继续在库尔斯克地区采取行动，控制了1294平方公里土地和100个定居点。此外，还俘获了594名俄罗斯军人。 不过，瑟尔斯基承认，乌军攻击库尔斯克的战略目的并未达成。他表示，该行动的目的是吸引乌东俄军回援，以减轻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和库拉霍沃方向的压力，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瑟尔斯基承认，俄军还在集中力量进攻波克罗夫斯克，形势对于该地区乌军部队而言相当困难。 乌军指挥部正在尽一切可能稳住局势。乌克兰最高拉达成员阿列克谢·贡恰连科表示，波克罗夫斯克附近的乌克兰军队的处境已接近灾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在26号使用了首批援乌的 F-16战机拦截并击落了部分来袭导弹，但问题是，目前乌军只接收了10架 F-16战机，与泽连斯基期望的数量相距甚远，能起到的作用也非常有限。 更为灾难的消息是，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卡梅斯27号表示，波兰决定停止对乌克兰的武器援助。他强调，波兰已向乌克兰援助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装备，但波兰不能再将自己的安全利益置于危险之中。 另一方面，法国巴黎检方28号宣布，此前在法国被捕的社交媒体《电报》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帕维尔·杜罗夫，当天结束羁押后被起诉。他在司法监控下获得保释，但不得离开法国，并需要支付500万欧元的押金，每周向警方报到2次。法国相关部门正在调查电报平台上涉及诈骗、贩毒、有组织犯罪、儿童色情、宣扬恐怖主义等不法行为。
杜罗夫被指没有采取相应措施阻止这些罪行，涉及洗钱、利用在线平台进行非法交易等6项罪名，将面临最高10年监禁和刑期，以及高达50万欧元的罚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7号表示，杜罗夫被捕一事令俄法关系降至最低点。法国是按照某方的建议逮捕了杜罗夫，其目的是获取电报平台的加密代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法国政府对杜罗夫的指控非常严重，法方必须提供确凿证据，否则就是企图限制言论自由。杜罗夫生于俄罗斯，他和他的哥哥尼古拉于2013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创建电报，如今电报总部位于迪拜，是俄语地区使用的最主要社交媒体平台之一，也是乌克兰危机中俄乌双方重要的发声平台。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结束1个多月后，新一届政府组建仍止步不前。法国总统马克龙26号重申，为了法国的稳定，他拒绝组建左翼政府。与此同时，现任总理阿塔尔担任看守政府总理的时长已创下战后纪录。经过2天的磋商后，法国总统马克龙26号发表声明称，他不会任命一个由左翼政党联盟新人民阵线领导的政府。尽管该联盟在选举中赢得了最多选票，马克龙认为由其执政将威胁法国的机制稳定性，这也就意味着马克龙对潜在的左翼政府关上了大门。就组建新政府，马克龙27号开启了与各党派领导人和政界人士的新一轮磋商。外界注意到，他没有邀请新人民阵线中的不屈的法兰西党以及极右的国民联盟，此举引发左翼愤怒。部分左翼呼吁在9月7号举行示威游行，以抗议武力政变。马克龙领导的复兴党为首的中间派联盟在一起在6月欧洲议会选举中败北后，马克龙宣布解散议会并提前选举。左翼政党联盟新人民阵线正是在当时为对抗法国极右翼势力崛起而组建的。在上月举行的法国国民议会选举中，中间联盟联手左翼联盟成功阻击极右翼势力的扩大，新人民阵线成为议会第1大党团，但因未获得过半议席，无法独立组建政府。马克龙已于7月下旬拒绝了新人民阵线提出的总理人选。37岁的经济学家、公务员露西·卡斯泰当时给出的理由是，巴黎奥运会举办期间需要看守政府继续主持政务，以免出现混乱。其实从一开始，马克龙就并不想从左翼联盟中选取一位人来出任总理。马克龙的这个布局呢，其实就是争取一定的时间，让各个党派之间重新整合，然后希望从此呢引导这个形势朝着向自己有利的方向去发展。目前，马克龙任命的复兴党成员阿塔尔仍为看守总理。由于新总理迟迟难以出炉，阿塔尔领导的看守政府履职时长已经创下2战后新纪录。大约1个月后是法国政府提出2025财政年度预算草案的最后期限。外界担心眼下的政治僵局可能带来经济失序。由于3大阵营都没有取得绝对多数，法国很可能将组成一个动荡的联合政府。联合政府意味着来自不同党派的总统和总理互相制衡，总统的行动范围将受限，各种政策的推进可能会更加缓慢。而未来政府的脆弱性将导致法国社会政治两极分化的加剧，这一点在选举中已经表现出来。这也将使法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下降，法国在国内和欧洲范围内都将处于政治危机的边缘。